暴雨末日降临，可我家却有一个物资充足的便利店。本以为一家人可以安然度过末日，却没想到外婆以死相逼，让我们一家人守着一大堆囤货被活活饿死。最终，外婆吃着独食，终于等来了小舅一家。他们用我家的囤货等到了国家救援。在睁眼时，我重生了。重生回到了下暴雨的第一天。每个早晨，我都是被外婆拧的耳朵叫醒的。但今天我没有生气，而是震惊看着四周。你个懒骨头，赶快下楼帮妈妈干活。他总是这样，从来只把我当成一个赔钱货。下一秒，爸爸的身影从门口冲进来，将外婆撞到一边。爸爸是家里的上门女婿，上一世他没能保护好我，任由我被外婆欺辱。此刻他热泪盈眶，一把将我揽进怀里，反复确认我身上有没有受伤。原来爸爸也重生了。我们父女俩都十分激动，完全忘记了外婆的存在。你是不是眼瞎？进门为什么不好好看路？这一世，爸爸明显不想再给外婆一个好脸色，但我们不能就这样暴露自己。在我的安抚下，爸爸的情绪慢慢缓和。不是故意的。这样的说辞把外婆气得半死。好你个金贵，等香兰回来，我非让她教训你不可。听见外婆叫我妈的名字，我和爸爸都非常紧张，因为我妈特别愚孝。上一世，如果不是我妈一直听外婆的话，纵容外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，我们全家也不会落得饿死的下场。骂完我们，外婆重重摔门离去。屋内，爸爸拍着我的肩膀，眼神坚定。不用怕，既然上天给了我们重来一次的机会，这一世他就算是拼命，也一定会保护好我。此刻，窗外雷声大作，上一世将一切淹没的大雨如期而至。最初，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台风过境，没有人当回事。直到暴雨连下3个月也没有停止，所有3层以下的房屋被彻底淹没，无数物资被洪水浸泡无法使用，到处都是渴死饿死的人。但还好，我家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便利店。刚下起雨时，爸爸害怕商品被潮气污染，将一些囤货拉回家里。一直到地面开始积水，爸爸便将店里所有的商品都搬回了家。直到洪水爆发，城市变为汪洋，我家却可以守着充足的物资安然度日。只要不出现意外，至少2年内我们一家4口都是安全的。我本以为我们一家人肯定可以等到国家救援，可外婆是举着菜刀挡在物资前头，说年轻人不会过日子，家中物资应该由她来分配。死心眼的爸妈同意了。一开始，外婆还会分给每个人1包泡面、1瓶水。好景不长，没过多久，她就以物资不够为借口，不再给我和爸爸提供食物，还要去楼道上乱喊，将我家有物资的事告诉所有人。爸爸无奈只能作罢。后来，小舅一家划着皮划艇来到我家，外婆搂着表弟说她是小心肝，这些物资都是替孙子守的，可以随便吃。想到这里，我握紧双拳，发誓这辈子一定要让她好看。我妈终于哭出声，跪在地上猛扇自己的脸。金贵，欢欢，是我没脑子，我太蠢才害死了你们，我真该死。看着妈妈这样，我和爸也哭了。上一世，妈妈的愚孝害死了我和爸爸，但这次我们全家一起重生，没人能再害我们。我把妈妈扶起来，一家人相拥而泣。这时，外婆拉了个大行李箱出来，我跟爸爸对视一眼，什么都没说。她肯定又搜罗了一大堆东西拿去补贴小舅家。不过此时只要把这个瘟神送走，一切就万事大吉。爸爸帮他把行李搬到车上后，2人就打算出发了。最近天气都很差，所以超市生意不好，没进多少货，没法帮小舅一家支撑太久。如果外婆和小舅子再找上门，上一世的悲剧很可能重演。我和爸爸正在想办法，妈妈却悄悄走过来，递给我们一串钥匙。原来她回家之前已经找了中介，租了我家对面那个高档小区一套大平层。末日马上降临，之后房租也不用付了。我和爸爸拿着钥匙来到新家，这幢楼紧邻路边，朝窗外看出去，能正好看到我家的便利店和小区大门。此刻时间才4点多，但外面已是漆黑一片，时不时还有闪电划过，路上也没什么人影。等妈妈回来，我们一家3口就到超市整理物资，之后我们白天在新家休息。入夜了就开始搬物资，足足搬了1个星期，才将物资全部搬完。这个高档小区一梯一户，入住率不高，所以我们的行动几乎没有被人看见。我妈说她特意在这里租房，除了离超市近，方便搬运东西，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小区以安保为卖点，装修材料用的都是最好最坚硬的钢材，以防富人被入室抢劫偷盗。就连窗户的玻璃都是防弹的，这样我们也不用再重新装修房子，避免动静太大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我点头附和。等东西都准备好以后，我们便再也没有出门。此时暴雨已经连下10多天，城市排水系统不堪重负，溢出的污水淹没路面，交通彻底瘫痪。直到此时，大家才意识到不对，开始冒雨外出疯抢物资。电视新闻里全是各个超市被抢购一空的新闻。也是在这天，妈妈接到外婆的电话，外婆一直重男轻女，偏心舅舅一家，对我爸这个倒插门更是没有好脸色。妈妈生下我后，我家变成外婆献祭给舅舅的血包，她一直住在我家，吃我们喝我们，还经常把我家的好东西拿去给舅舅。几年前她生重病，要我爸妈关店陪护，却不舍得麻烦儿子，说我妈是长女该担责。我家勤恳服侍外婆，她退休金却给小舅，我们一分也落不着。妈妈仍让我们忍让，没想到最终害得自己家破人亡。如果妈妈这辈子依旧愚孝，我们会放弃她。就在这时，妈妈回来了，全身被雨水淋透。她先看了我们一眼，
随后看向告状的外婆，外婆没受伤，却捂腰污蔑我爸要害她。我和爸爸忐忑，怕妈妈斥责我们，但妈妈一言不发，死死瞪着外婆。外婆停下嚎叫，妈妈打破沉默，问小舅物资够吗？外婆被转移话题。我疑惑大雨刚下没人抢物资，外婆催促妈妈给小舅送物资。妈妈说便利店进货刚好送去，外婆可一起去。外婆喜出望外回屋收拾，留下我们面面相觑。我开口问妈妈是不是也重生了？原本妈妈不愿再理外婆，可我觉得外面的雨还不够大，想想办法还可以出行，带着小舅家找过来闹事，曝光我们家有储备物资。妈妈听了我的建议，还是接通了电话，连哄带骗先把外婆稳住。可电话那头还是传来了外婆的尖锐报名，外婆在电话那头不停咒骂，妈妈没吭声。但外婆的嗓门却越来越大，电话那头的表弟更过分，直接抢过电话冲我们嚷嚷。小舅更是在一旁假惺惺地说，我差点被气笑了。爸爸更是被气得脸色发白，妈妈却抬手示意我们稍安勿躁，对着电话里承诺一定把物资送到，一副听话温顺的样子。刚挂电话，我爸就忍不住了，对着我妈一顿数落。我爸说完挡在门前，想阻止我妈运东西，看见我爸反应剧烈，我妈连忙解释，他再也不会愚孝了，让我们放心。这辈子除了我和爸爸，别人的生死都跟他没关系。原来妈妈刚才是为了稳住他们，我们不需要着急，她已经想好了搪塞他们的办法。解除完误会，我妈就去做饭了。一家人忙碌到了晚上，外婆的夺命连环电话又打了过来。妈妈刻意走到窗边，将窗打开一条缝，外面狂风暴雨的响声立刻传进来。电话接通，外婆咒骂我妈不孝，却又不好发作，只能听着我妈陪笑脸说，要搬的东西实在太多，可能会晚到。听见我们这边的确有风雨声，外婆语气才缓和，但依旧只是催促。电话那头的表弟也嚷嚷起来，说他想吃披萨、炸鸡、烤牛排。我撇撇嘴，这表弟可真会吃，但接下来一段时间他只能吃西北风了。突然我妈哎呀一声，说家里货车泡过水以后无法启动，希望小舅可以先买些物资坚持一下，自己就算是冒着大雨也一定会送到。可得到的只是小舅的谩骂。姐，你太过分了，咱家这么多东西，你还让我出去买，把我们家的说成他的，还如此理直气壮。我妈被气得胸口剧烈起伏，外婆这些年退休金全给了小舅家，现在却1分钱都不愿意出，就知道问我们要吃要喝，到头来还骂我们。我妈气得想挂电话，爸爸赶忙上前，用口型提醒她不用跟小舅一家计较。现在我们已经搬进了新房子，只要稳住他们就拿我们没办法。妈妈深呼吸一口气，努力平静说要转钱。一听有钱，小舅家立刻兴奋起来，要我妈多转点，可他们不知末日下钱无用。转完钱，我妈气得不轻，坐在沙发直喘气。上一世小舅一家过了半年才偷偷找过来，说明他们一开始就储备了不少物资，可还是不停向我们讨要，甚至让搬超市东西。明明都是一家人，末日没来就想敲骨吸髓，根本不顾我们一家3口的死活。我看向伤心的妈妈，上前安慰她。我们和小舅虽是亲戚，但已仁至义尽。接下来，他们无论遭遇什么，都跟我们无关。我们一家人只需照顾好自己。第二天，雨下得更大，窗边水位持续上涨。1周后，水漫到超市招牌处，1楼全淹没了。水漫到我家超市招牌处，把1楼全都淹没了。还好附近房子都有挑空层，所以暂无住户被淹，但情况已经不容乐观。妈妈在原住户群里看到，低楼层住户每天求高层收留，可末日情况严峻，大家以自保为先，除1、2户人答应收留以外，大多数高层住户都沉默不语。群里也有人想互换物资，但成交率却很低，大家都害怕被人发现有存货。又过2天，水位淹到2楼，2楼住户只能把家当搬到高层楼梯间，生存空间正在不断缩小。今天我刚醒来就看见爸妈坐在窗边用望远镜向外张望，外面已经开始有人抢东西了。我接过望远镜的时候，看见1户人家的门被砸开，一家3口被冲进来的壮汉打倒在地，家中所有物资都被洗劫一空，他们甚至连小孩子的奶粉都不放过。女人尖叫起来，声音充满绝望，可根本无人应答。这种声音我上一世已经听过，再听依旧心头发凉。末日来临，人性经不住考验，所有人唯一的目的是活下去。妈妈提醒我们现在开始白天不开窗，等到晚上再开一条窗缝，通风换气。做饭也从明火炒菜改用电磁炉，免得被别人知道我们家有食物。爸爸也满脸担忧，按上一世的时间推算，后天断水停电，世界一片漆黑，城市彻底变成没有规则的钢铁丛林。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人铤而走险，我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引人注意。一家人商量后续安排时，妈妈的手机忽然震动，外婆的电话再一次打来，妈妈直接挂断。但小舅一家人再次打来电话，从我妈嫁出去开始，这家人就像吸血鬼一样扒在我们家吸血，会把我们害死，他们绝不会罢休。妈妈看着电话越响越气，伸手按下接听键，电话那头传来小舅大声的怒骂，质问妈妈为什么不接外婆电话。面对怒骂，我妈沉默不语，让小舅子一个人和空气交流。小舅骂得更起劲了，姐，你居然跟妈耍心眼，说好修完车就给我们送，这都多久了？你个不孝女，是不是想饿死你的亲妈？这话气得妈妈眼睛发红，强忍怒火回应：我对你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这个时候还让我给你们送东西，不怕我被水淹死吗？外婆也在旁边尖叫：香兰，
是不是那个赔钱货和倒插门拦着你，不让你过来？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。妈妈直接打断二人的胡搅蛮缠，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这种时候连活下去都难，你们自作多福吧。说完，妈妈就把手机关机。我朝妈妈竖起大拇指，爸爸也笑。之后果然如我们所料，停水停电之后，最先倒霉的就是住在楼道里的那些人，因为没有家门，他们的物资都被抢光，每天都能听见他们哭泣的声音，看得人心惊。又过了1个月，物资短缺的更厉害了，楼道里已经开始出现被饿死的人，剩下的也都奄奄一息，苟延残喘。一些身体强壮的人举着菜刀和木棍闯进别人家中抢夺食物，甚至动手杀人。我就亲眼看见一个男人被当场抹了脖子，一个女人跑出屋子之后也倒在了血泊中。好在我们这栋楼隔音效果好，加上我们平时都很注意，没什么人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但物资越来越少，能撑下去的人也越来越少，很多人只能冒险带着家里的救生圈去附近的大型超市找物资，但能活着回来的人寥寥无几。渐渐的，就连那些壮汉也因为缺食短水变得虚弱。这天，我正在看着平板里下载好的电视剧，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下去，妈妈却突然发出一声惊呼，我手里的平板掉在沙发上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我跑到妈妈身边，抢过望远镜朝外面望去，只见在浑浊的积水上漂浮着一艘破旧的皮划艇，上面正坐着外婆和小舅一家，他们找过来了。外婆一脸不耐烦地催促着，划船的小舅怀里还抱着他们家的药祖，我浑身发抖，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。上一世的恐惧如同潮水般涌来，爸爸听到动静也立刻跑过来，脸色阴沉。完了，我们被发现了，这家人从来就没安过好心。外婆和小舅站在齐腰深的水里，抬头大喊：香兰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告诉别人，你家藏了好多物资。他们的喊声在空旷的小区里回荡，楼下的几个壮汉朝他们看了过去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，但都被压了下去。小舅更是用力拍打着楼梯的墙壁。姐，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不管吗？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把东西拿出来。舅妈更是抱着表弟假哭起来，也不知道是谁出了主意，表弟竟然开始扯着嗓子哭喊，说自己想吃火锅。爸爸转身走到门边，将防盗门锁死，然后看向我跟妈妈，眼神坚定。这次绝不能让他们进来，就算是死，也要守住我们的家。就在我们戒备的时候，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，紧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和打斗声，是之前被外婆的喊声吸引来的几个人。他们看到小舅一家手里没有像样的武器，直接朝着他们冲了过去。我死死攥着窗帘的一角，透过防弹玻璃的缝隙，眼睁睁看着楼下的闹剧愈演愈烈。小舅还想反抗，可他常年被惯着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不是壮汉对手。壮汉微微侧身避开他的拳头，紧接着伸出大手抓住小舅胳膊，将他推倒在积水中，激起水花。他挣扎想爬起，却被踩住肩膀，只能徒劳挥舞手臂，发出呛水声。舅妈抱着表弟吓得浑身发抖，想往旁边皮划艇方向躲，刚挪动脚步就被瘦高壮汉抓住胳膊。壮汉贪婪打量他，嘴角坏笑。表弟被吓得哇大哭，又被扯摔，孩子哭声戛然而止，只剩闷哼。表弟趴在水里不敢动，肩膀颤抖。外婆见状冲上去护住他，我看得心头发紧，往妈妈身边靠。妈妈脸色难看，眼底冰冷漠然。上一世因他们霸占物资，我们饿死，这一世他们下场咎由自取。小舅拼命挣扎，见舅妈被拉扯眼红，猛地推开壮汉，挣扎爬起来冲过去，刚跑2步被身后壮汉踹跪在地。放开我老婆！小舅的声音嘶哑，带着绝望的哭腔，身体却被壮汉们死死按住，根本动弹不得。领头的壮汉嗤叫一声，踹了小舅一脚。美女，这家人护不了，你跟我走，保你有吃有喝。这句话像把刀一样刺穿了舅妈的防线。我看到她抓着壮汉的手慢慢松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绝望。她看了看被按在水里的小舅，再看看不远处站着的外婆，只顾着表弟，连句劝阻的话都没有。暴雨还在不停的下，舅妈的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却最终什么也没说。自己果然是家里最不重要的人。她深吸一口气，缓缓点了点头，默默地跟在壮汉身后，朝着不远处的一栋楼走去。外婆看得目瞪口呆，她愣在原地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等反应过来，舅妈要跟别的男人走，立刻尖声咒骂起来。她一边骂一边想冲上去拉住舅妈，可刚迈出一步，就被旁边的一个壮汉狠狠推了一把，摔在积水中。外婆年纪大了，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？她趴在水里半天没能爬起来，只能对着舅妈的背影继续咒骂，声音里充满了怨毒和不甘。小舅眼睁睁看着舅妈跟壮汉离开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却只能发出绝望的嘶吼。他看着舅妈的背影，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不解，嘴唇哆嗦着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知道舅妈不是不知廉耻，她只是想活下去。末日之下，尊严和脸面早已变得一文不值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就像上一世，外婆为了让小舅一家活下去，眼睁睁看着我们饿死。人性在生存面前总是如此脆弱不堪。壮汉们见舅妈顺从地跟着走了，也没有再为难外婆和小舅，只是在确认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食物和值钱的东西后，就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临走前，领头的壮汉还特意看了一眼我们这栋楼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探究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往窗帘后面缩了缩。外婆挣扎着从水里爬起来，浑身湿透，狼狈不堪。她没有去管小舅，
而是先跑到皮划艇旁边翻找着里面的东西，可里面早就空空如也，只剩下几个空了的零食包装袋。小舅终于从水里爬了起来，他浑身泥泞，嘴唇冻得发紫，眼神空洞地看着舅妈消失的方向，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。他慢慢走到外婆身边，看着翻找无果的外婆，愤怒突然爆发，一把将外婆推到一边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非要来找姐，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外婆被他推得一个踉跄，差点再次摔倒。他转过身，指着小舅的鼻子破口大骂：骂小舅是个没用的东西，保护不了老婆孩子；骂我妈见死不救，是个不孝女。两人互相指责，谩骂声在空旷的小区里回荡，显得格外刺耳。我和爸爸站在窗边，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丝毫没有下去帮忙的意思。没过多久，不远处的一栋楼里飘出了泡面的香气，末日里这种味道格外诱人。小舅和外婆的谩骂声戛然而止，不约而同地朝着那栋楼的方向望去。别人吃泡面，自己却只能喝雨水。外婆狠狠地跺了跺脚，然后朝着我们这栋楼的方向再次开骂。他们的谩骂声越来越难听，甚至开始诅咒我们一家不得好死。爸爸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显然被气得不轻。我拉了拉爸爸的衣角，示意他不要跟这种人计较。妈妈从书房走出来，手里拿着望远镜，她刚才一直在观察周围的情况，看了一眼生气的爸爸，低声安慰：别理他们，让他们骂吧，让他们骂累了自然就走了。可外婆和小舅像是铁了心要跟我们耗下去，他们站在积水中不停地咒骂，声音越来越大，似乎想吸引更多人的注意。我有些担心，之前就有几栋楼的窗户掀开了缝隙，现在这么一闹，肯定会有更多幸存者注意到我们这栋楼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我就看到周围几栋楼的高层窗户又多了几道窥探的目光。外婆和小舅的咒骂吸引了更多住户，那些目光里充满了好奇和贪婪。我心里一阵发紧，爸爸显然也注意到了，害怕这样下去他们会把所有人都引过来。但妈妈说，这栋楼安保严密，大门是特制的，他们进不来，而且其他幸存者也只是好奇，不一定赶过来。等雨再大一点，他们撑不住，自然会离开。我们只能继续在窗边看着暴雨越下越大，洒在他们身上。他们的声音渐渐变得嘶哑，可依旧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反而越骂越有劲，仿佛这样就能让我们心软，把物资送下去。我不知道他们在积水中站了多久，直到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暴雨依旧没有停歇的意思。外婆和小舅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身体也开始不停地发抖，显然是冻坏了。他们不再骂了，只是蜷缩在墙角，互相依偎着，看起来格外可怜。可我心里没有丝毫同情。上一世他们霸占我们的物资时，可没有想过我们的死活。现在他们落得如此下场，不过是因果报应。夜幕彻底降临，小区里一片漆黑，只有偶尔划过的闪电能短暂照亮周围的一切。外婆和小舅蜷缩在墙角一动不动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。就在我以为他们会就这样在墙角待一夜时，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照亮了楼下的场景。我看到舅妈悄悄从那栋楼里走了出来，她手里拿着一块面包，小心翼翼地朝着外婆和小舅的方向走去。她的动作很轻，显然是怕被楼里的壮汉发现。她走到外婆和小舅身边，将面包递了过去，然后低声说了些什么。外婆看到面包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她一把夺过面包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也没有分给身边的小舅，而是全给了表弟。面包吃完，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抬起头狠狠一巴掌打在舅妈脸上。外婆吃着剩下的面包渣，一边还在骂骂咧咧，她的声音不大，却足够清晰，被风吹着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没想到外婆竟然是这样的人。舅妈冒着风险给她送面包，她不仅不感激，反而还动手打人。也许是外婆的骂声太大，惊动了楼里的壮汉，几扇窗户突然亮起了微弱的光，紧接着几个壮汉走了出来，朝着舅妈这边靠近。他们的脸色很难看，显然是被吵醒，心里很是不满。外婆的骂声太大，吵醒壮汉。小舅看到壮汉们走过来，吓得浑身发抖，下意识的想要躲到外婆身后，外婆却一把推开他，从旁边捡起一片锋利的碎玻璃塞到小舅手里，压低声音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疯狂。杀了他们，只要杀了他们，我们就能拿到食物，就能活下去。小舅看着手里的碎玻璃，又看了看越来越近的壮汉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他摇头想要把碎玻璃扔掉，却被外婆死死按住了手。要是小舅不敢去，他们就都得死。想想你儿子，想想你自己。在外婆的威逼利诱下，小舅的眼神渐渐变得疯狂。他看着越来越近的壮汉，深吸一口气，握紧了手里的碎玻璃，趁着壮汉们还没反应过来，猛地冲了上去，朝着领头壮汉的后背刺去。可他哪里是壮汉的对手？领头的壮汉反应极快，听到身后的动静，立刻侧身避开。碎玻璃只划破了他的衣服，没能造成任何伤害。壮汉转过身，看到小舅手里的碎玻璃，脸色瞬间变得狰狞起来。他一把扣住小舅的手腕，用力一拧，小舅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手里的碎玻璃掉落在积水里。其他几个壮汉也围了上来，对着小舅拳打脚踢。小舅倒在积水中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只能抱着头发出痛苦的哀嚎。外婆见状也想冲上去帮忙，却被一个壮汉一脚踹在胸口，摔倒在水里，再也爬不起来。我不忍再看，转过身紧紧闭上了眼睛。身后传来殴打声、惨叫声和外婆的咒骂声，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浑身发冷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身后的声音渐渐消失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忍不住转过身，再次看向窗外。壮汉们看了一眼，
确认他们都死了。妈妈咧咧地转身回了楼里，楼下再次恢复了寂静，只剩下暴雨砸在水面上的声音。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零星的杂物，还有小舅一家的血迹，在闪电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阴森恐怖。我和爸爸妈妈站在窗边，久久没有说话。虽然我们早就知道小舅一家不会有好下场，可亲眼看到他们就这样葬身洪水，心里还是五味杂陈。终于结束了，妈妈的声音带一丝疲惫，也带着一丝如释重负。爸爸点了点头，是结束了，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他们的动静太大，肯定惊动了小区里所有的幸存者。我顺着爸爸的目光看去，果然，周围几栋楼的窗户上有更多的缝隙被掀开了，无数道窥探的目光在楼洞间穿梭，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我们这栋楼上。那些目光里充满了好奇、贪婪和警惕，像一双双冰冷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们，让我浑身不自在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！女人的哀求格外刺耳，重锤一样敲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。我吓得浑身一僵，下意识地看向爸爸妈妈。爸爸的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，他抬手示意我们不要出声，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。我的心脏狂跳不止，紧紧攥着妈妈的手。门外站着一对浑身湿透的夫妻，男人怀里抱着个脸色惨白的小男孩，孩子胳膊上有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。不能开，上一世的教训还不够吗？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别有用心？我攥着衣角，心跟着揪起来。那孩子看起来的确快不行了，万一他们真的只是求助？爸爸眉头紧锁，手指在门把手上悬停。他清楚末日里人心叵测，但孩子的哭声像针一样扎在心上。沉思片刻，还是隔着门问外面的人到底是怎么找到这栋楼的，又怎么找上我们的。他们住在隔壁栋。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，他们的孩子被漂浮的钢筋划伤了。他们找了好几家都没人敢开门，只求我们家给一些药品救命。一番拉锯后，爸爸终究还是动了恻隐之心，他让妈妈把家里的菜刀藏在门边，我守住储物间门口，自己则打开了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门缝，仔细检查夫妻二人身上没有武器后，才让他们进屋。关门的瞬间，爸爸能感觉到楼外还有几道目光停留在门上，心中一阵波动，也许平静的日子终究是被打破了。夫妻二人进屋后，立刻将孩子放在沙发上。女人从湿透的背包里掏出一卷干净的纱布，动作麻利地按住孩子的伤口止血，嘴里不停安抚着哭闹的孩子。男人则局促地站在一旁。男人叫陈默，是个水电工，而他的妻子林慧以前在社区医院做护士。他们感谢我们的收留，说等孩子好点，我们立刻就走。女人处理伤口的手法娴熟。有没有消炎药或者碘伏？那孩子的伤口有点发炎了，犹豫了一下，妈妈从物资箱里拿出一小瓶碘伏和几包消炎药递过去，全程紧紧盯着他们的动作。接下来的2天，那对夫妇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技能。陈默发现家里电磁炉接触不良，只用一根铁丝和几个塑料片就修好了。林慧察觉到我有些感冒，还教妈妈用生姜和红糖煮了驱寒汤，我喝完立马感觉舒服了许多。渐渐的，我们放下了些许戒备，可没过几天，新的麻烦又找上门来。家里的药品和电池告急了，我的感冒已经逐渐变成发烧了，每天只能蜷缩在沙发角落，额头上的热度让视线都有些模糊。前几天救的孩子躺在旁边临时小床上，胳膊上伤口依旧红肿，绷带被渗出的脓液浸湿了一小块，显然情况也不容乐观。而我们的消炎药只剩最后1包了，妈妈变得十分焦虑，她手里捏着空空的药盒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我知道那是家里仅存的头孢，原本是爸爸准备应对意外感染的，现在又要给孩子控制伤口炎症，又要给我退烧，根本不够分。爸爸站在窗边推开一条窄缝，冰冷的雨水顺着缝隙灌进来，带着浑浊的腥气。他手里拿着快要没电的手电筒，光束忽明忽暗，勉强能照见他紧绷的侧脸。显然手电筒撑不了一晚，手机早就关机，平板也只剩1格电，没有电池，我们连外面的情况都没法观察，迟早会变成睁眼瞎。而没有药，不管是我还是陈默夫妇的孩子都撑不住。我知道爸爸打算冒险外出寻找物资，心里一下子就紧了。我们已经在末世生存几个月了，救援马上就会到来。这种时候如果出了意外，那我们之前的坚持都白费了。我想开口说我可以不吃药，但喉咙干涩的发不出声音，身体里的热度让我连抬起胳膊的力气都没有。我去趟街角的社区药店。他走到墙角，拿起一把菜刀别在腰间。外面太危险了，那些抢东西的团伙还在附近游荡，而且雨这么大，积水里全是杂物，很容易受伤。但爸爸这次选择了坚持，药店位置偏僻，而且后排货架很高，应该有未被搜刮的药品。柜台后面的储物间还存着医疗器械用的电池，都是我们急需的东西。这时陈默突然站了起来，挺直了几倍，坚定要求和爸爸一起去。陈默是懂维修的水电工，外出总能帮忙，2个人有个照应，危险时互相搭把手。林慧下意识拉住陈默胳膊，满眼担忧，看了一眼床上的孩子，慢慢松开手，快速翻出尼龙绳和自制撬棍塞给他，转头看向爸爸，拿出压缩饼干和水。妈妈没多说，默默收拾背包，给爸爸装毛巾、纱布和急救箱，反复检查好几遍才递到爸爸手里。我挣扎着想从沙发上坐起，爸爸摸我头，手心粗糙却温暖。陈默回来时给我带退烧药。妈妈打开门，先探头确认楼道无人，示意爸爸和陈默出去。楼道尽头漆黑，我趴在猫眼上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直到那2个身影消失在楼梯拐角，才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妈妈拉着我回到屋里，把门锁死，又顶上了沉重的衣柜。林慧正给孩子换药，
动作轻柔却麻利。他用仅剩的一点碘伏小心翼翼擦拭伤口周围，孩子疼得浑身发抖，却死死咬着嘴唇，没敢哭出声。而此刻，爸爸和陈默已经淌着积水走出楼道，冰冷的积水瞬间浸透了裤腿。爸爸忍不住打个寒战，立刻握紧手里的菜刀，警惕地观察着四周。街道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，原本熟悉的店铺招牌大多被淹没在水下，只剩下少数顶端落在外面，被雨水泡得发白。水里漂浮着各种各样的杂物，塑料瓶、碎玻璃、断裂的树枝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腐烂东西，散发出刺鼻的臭味，让人忍不住皱紧眉头。爸爸压低身体，示意陈默跟上，手里的手电筒发出微弱的光束，照亮前方的路。他用林慧给的尼龙绳一端绑着一块石头，每走一步都要先把绳子探下去，确认水深和路况，避免踩到深坑或者锋利的杂物。陈默紧紧跟在爸爸身后，手里的撬棍握得死死的，眼睛警惕地扫视着周围。他们的脚步很轻，尽量不发出多余的声音，只有积水被踩踏时发出的响声，也被淹没在暴雨里。两人沿着墙根慢慢前行，尽量避开开阔的水面。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模糊的喊叫，不知道是幸存者的求救，还是掠夺者的叫嚣，让气氛变得更加紧张。爸爸的神经一直紧绷着，上一世他见过太多末日里的危险，知道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前方终于出现了药店的招牌，那招牌一半浸在水里，另一半脱落大半，只剩下模糊的字。药店玻璃门砸得粉碎，门口积水漂浮着药盒和破碎玻璃，看起来已经被搜刮过不止一次。爸爸示意陈默停下，两人躲在废弃便利店的墙角，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。暴雨模糊视线，药店里面一片狼藉，货架东倒西歪，没发现有人的身影。但爸爸没放松警惕，末日最危险的是人，隐藏在暗处的人。我先进去，你守着，有情况就喊我。爸爸握紧手里的菜刀，深吸一口气，趟水走进药店。店里积水没过腰，冰冷刺骨，货架大多倾倒，药品被洗劫一空，只剩零散感冒药和保健品泡得发胀。爸爸没停留，朝柜台后储物间走去。储物间是老式木门，被撬过虚掩着缝。爸爸推开门，里面积水深到胸口。他用手电筒四处照射，眼前景象让他心中一喜。墙角飘着几个未开封的纸箱，上面印着医用酒精碘伏头孢胶囊字样，旁边还有一个铁盒，看起来像装电池的。爸爸快步走过去，小心翼翼打开纸箱，里面果然是满满的药品，都是急需的消炎药、退烧药和外伤处理用品。爸爸快速将这些药品装进急救箱，又打开那个铁盒，里面整齐放着几节电池，有5号、7号电池，还有4节医疗器械充电电池。就在爸爸准备转身离开时，外面传来沉默低喝，紧接着是重物撞击的声音。爸爸心里一紧，药店门口3个壮汉围着沉默，为首的满脸横肉，手里拿着生锈钢管，正是之前抢夺小舅一家的掠夺团伙。沉默靠在墙上，撬棍抵着壮汉胸口，额头上布满冷汗，但眼神依旧坚定。满脸横肉的壮汉怒吼，钢管砸向沉默肩膀。爸爸见状，毫不犹豫冲上去，菜刀朝着壮汉后背狠狠砸去。壮汉反应极快，猛地侧身躲开钢管，顺势转向爸爸。爸爸低头避开，手里的菜刀再次挥出，正砍在壮汉的胳膊上。壮汉疼得龇牙咧嘴。另一个瘦高的壮汉见有帮手，立刻从腰间抽出一把水果刀，朝着爸爸冲了过来。爸爸和沉默背靠背站在一起，警惕地盯着眼前的3个壮汉。爸爸知道他们不能恋战，这里离小区还有一段距离，拖延下去万一再来其他团伙成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眼角的余光瞥见旁边废弃的商场，那里的入口就在不远处，楼道复杂，或许可以利用地形摆脱他们往商场跑。爸爸低喝一声，趁着瘦高个冲过来的间隙，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。瘦高个惨叫一声，跪倒在积水中。沉默立刻会意，撬棍一挥，逼退面前的壮汉，跟着爸爸朝着商场的方向跑去。3个壮汉不甘心，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商场的入口处堆满了废弃的货物，里面是一片漆黑，弥漫着浓重的霉味和灰尘味。两人深一脚浅一脚朝着2楼跑去，楼梯已经被积水淹没了大半，脚下湿滑难行。身后的脚步声和怒骂声越来越近，壮汉们的手电筒光束在黑暗中晃动，照亮了周围散落的货物。到了2楼，爸爸看到旁边有个废弃服装店，立刻拉着沉默躲了进去。服装店货架密集，挂满湿漉漉的衣服，正好隐藏。两人屏住呼吸躲在货架后，紧握手里的武器，心脏狂跳不止。3个壮汉冲上楼，四处张望，手电光束扫来扫去。人呢？跑哪儿去了？手里的钢管不停敲击货架，震得衣服掉落。爸爸紧紧盯着壮汉动向，手指扣在菜刀柄上。不远处角落突然传来微弱声音，紧接着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3个壮汉注意力被吸引，朝角落走去。爸爸和沉默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机会，他们悄悄后退，朝另一个楼梯口移动。刚跑出商场，身后传来凄厉惨叫。爸爸拉着沉默继续跑，雨水模糊视线，两人凭着记忆朝小区方向狂奔，直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才停下。沉默突然指着前方积水，声音急促。爸爸看到木板上趴着个受伤男人，男人浑身湿透，手臂伤口不停流血，他半昏迷，嘴里断断续续念叨着什么。爸爸探了探男人鼻息，还有微弱呼吸。他回头看沉默，眼神带着询问。沉默犹豫后点头，说这人伤得很重，说不定知道些什么。两人合力扶起男人，架着他朝小区走。男人的身体很沉，浑身冰冷，嘴里一直重复着几个词，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清。我的心一直悬着，耳朵紧紧贴着门板，听着外面的动静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
终于听到了熟悉的敲门声，是爸爸和陈默约定的3下轻敲。妈妈立刻冲过去开门，当看到爸爸和陈默架着一个陌生男人回来时，他的眼神瞬间变得警惕，下意识地挡在了我身前。看见妈妈的样子，爸爸简短地解释了一句：“他是路上救的，好像知道救援的消息。”说完，爸爸和陈默一起将男人扶进屋里。林慧见状，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快步走过来检查男人的伤口。那道伤口很深，边缘已经有些发炎化脓，还在不停地流血。他抬头看向妈妈，询问有没有干净的纱布和碘伏，这个人需要止血消毒。妈妈没有犹豫，转身从刚拿回来的药品里拿出纱布和碘伏递了过去。林慧熟练地用碘伏擦拭伤口周围，然后用纱布紧紧包扎起来，动作麻利。男人被放在沙发上，过了大约半小时才睁眼，他眼神迷茫，四处看了看，看到我们一家和陈默夫妇时，眼神闪过警惕，但更多的是虚弱和急切。他挣扎着想坐起，却因伤势重倒下，嘴角溢出一丝血迹。他声音沙哑，像砂纸摩擦，很久没喝干净水。妈妈倒退烧药的手顿了顿，转身拿水递给他。男人贪婪喝下，喉咙动了动才缓过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目光落在爸爸身上，眼神变得无比郑重。原来他是工程师，有国家救援船信号器，救援船会在沿江码头集结。这句话像惊雷在客厅炸开，我猛地抬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国家救援船，我们终于有救了！听见救援船的消息，爸爸的眼神无比凝重，他往前凑了凑，轻声问：“信号器在哪儿？码头又在什么方向？”工程师挣扎着拿出黑色仪器，仪器外壳刻出好几道裂痕，屏幕漆黑，显然是损坏了，刚才被掠夺者追时摔的。没有信号器，没法确认坐标。救援船明天一早出发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爸爸接过信号器，翻来覆去看了看，外壳是金属材质，有几个按钮和接口，屏幕旁边有明显的撞击痕迹。他转头看向陈默，陈默立刻接过信号器，陈默小心翼翼修复损坏的线路，信号器发出滴滴声响，屏幕出现数字坐标，还有一行清晰文字：沿江码头明日上午8点集结。爸爸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眼神里很是欣慰和希望。赵工程师看着屏幕上的坐标，激动得浑身发抖，太好了，终于能联系上救援船了。但爸爸的笑容很快又收敛起来，他看着屏幕上的坐标，眉头微微皱起。沿江码头离这里有50多公里，现在到处都是积水，我们怎么过去？而且路上肯定还有很多掠夺者。这句话让大家刚刚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。陈默放下信号器，提出主动带队前去寻找救援船。他之前是水电工，经常跑工地，对这一带的路况很熟悉，知道哪几条小路可以绕开主干道的深水区域。林慧看着孩子，又看了看我们，也决定和我们一起去。意见一致以后，爸爸点了点头，决定明天一早出发。凌晨5点的天色依旧阴沉，厚重的云层压得很低，暴雨较之前有所减弱，却仍像针丝般持续落下，打在脸上带着冰冷的刺痛。我们一行人聚集在小区地下车库的出口，爸爸和陈默合力将那艘在便利店仓库搬出的皮划艇推到水边，墨绿色的艇身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沉闷的光泽。之前检查时特意加固过的接缝处，此刻正被雨水冲刷得发亮。妈妈背着装满压缩饼干、瓶装水和急救用品的背包，小心翼翼地踏上船身，我紧紧跟在她后，手里攥着一根爸爸削好的简易木杖。林慧将孩子护在怀里，另一只手紧紧抓住船舷上的拉手，赵公则坐在船头，怀里紧紧揣着那个修好的信号器。爸爸和陈默分别坐在船身两侧，拿起备用的船桨，深吸一口气后同时发力，皮划艇缓缓驶离岸边，朝着小区外的河道划去。水面浑浊不堪，漂浮着断裂的树枝、废弃的塑料桶和各种杂物，散发出淡淡的腐臭味。远处的街道完全变成了一片汪洋，曾经熟悉的店铺招牌只剩下顶端的一角，在雨水的浸泡下显得模糊不清，偶尔有几声凄厉的鸟鸣从远处传来，打破了末日里的死气。行至城郊河道交汇处时，水面突然变得异常湍急，原本平稳的皮划艇开始剧烈晃动。赵公突然身体一晃，整个人朝着船外倒去，怀里的信号器也脱手而出，朝着浑浊的水面坠去。我瞳孔骤缩，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几乎是本能地伸出手，指尖擦过信号器冰冷的外壳，硬生生将它抓住。信号器的边缘磕在我的指尖上，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，我忍不住皱紧了眉头，但我死死攥着它，不敢有丝毫松懈，直到妈妈伸手接过，将它小心翼翼放进防水袋里。赵公被陈默伸手拉住，才没有掉进水里，但他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，呼吸也有些急促。还没等我们缓过神来，爸爸突然低喝一声，示意我们看向船底。我低头看去，只见船尾有一道细细的水流正在缓缓渗入，原本干燥的船底已经湿了一片。爸爸伸手摸了摸，指尖勾起一缕浑浊的水迹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陈默立刻停下划桨，从背包里掏出准备好的防水胶带和备用塑料布。爸爸则让我们尽量往船中间移动，减轻船尾的压力。妈妈从背包里翻出几个空的塑料瓶，开始将船内的积水一点点舀出去，动作麻利而沉稳。我也想帮忙，却被妈妈按住肩膀，示意我坐稳，避免船身再次失衡。爸爸将塑料布仔细铺在破损的位置，然后用防水胶带一圈圈缠绕固定，胶带与船身摩擦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在寂静的雨水中格外清晰。他的额头上布满了汗珠，混杂着雨水，顺着脸颊滑落。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完全浸湿，紧紧贴在身上，能看到肌肉紧绷的线条。陈默蹲在一旁，时不时伸手扶住爸爸的身体，避免他因为船身晃动而摔下去。经过紧急修补，
漏水情况终于得到控制，但所有人都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，破损的船底已无法承受过多重量。爸爸直起身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汗水，目光扫过船上物资，最终做出决定。他和沉默搬几箱沉重非必要物资，慢慢推入水中，看着珍宝沉入水底，我的心里一阵酸涩，却明白唯一选择。扔掉物资后，皮划艇果然平稳许多。爸爸沉默再次拿起船桨继续划去，每个人脸上带着疲惫和凝重。中午雨时，见小天空露出微弱阳光，透过云层洒在水面上。我们抵达一处废弃码头，这里曾是城郊货运集散地，如今早已被洪水吞噬。候船大厅一半浸在水中，浑浊的洪水漫过门槛，里面的座椅和售票窗口都被淹没，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柱子露出水面。爸爸示意我们在岸边稍作停留。他自己跳下皮划艇，趟着齐腰深的水，小心翼翼地观察周围的环境。沉默则留在船上，紧紧握住船桨，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。我坐在船上，目光扫过码头各个角落，发现候船大厅只有2楼平台没被淹没，那里地势较高，是暂时休整的理想地点。没过多久，爸爸回来了，示意周围安全，然后和沉默一起将皮划艇固定在岸边铁柱上。铁柱早已生锈，上面缠绕着破旧绳索。爸爸用力拉了拉，确认足够牢固后，才让我们依次登上2楼平台。上楼的楼梯已被洪水浸泡发软，每走一步都发出咯吱的声响，仿佛随时都会坍塌。我们互相搀扶着，小心翼翼往上走，终于到达了2楼平台。2楼平台相对干燥，只是布满了灰尘和杂物。妈妈拿出随身携带的抹布，简单擦拭了一块相对干净的地面。让我和林慧带着孩子坐下休息。赵公则走到平台边缘，拿出信号器再次检查。就在我们刚刚安顿下来，准备拿出压缩饼干补充体力时，平台入口处忽然传来了脚步声，我们立刻警惕起来。爸爸和沉默下意识地挡在我们身前，手里握紧了随身携带的武器。我顺着脚步声望去，只见3个身影缓缓走了出来，为首的是一个面色黝黑的中年男人，手里握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鱼叉，他身后跟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和一个看起来只有10几岁的少年。老者手里拿着一把砍刀，少年则背着一个破旧的背包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木棍，眼神里满是警惕和好奇。他们3人呈3角站位，慢慢朝着我们靠近。中年男人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来回打量，眉头微微皱起，老者则一直盯着我们的食物，喉咙不自觉地滚动了，显然是饿了很久。少年则躲在中年男人身后，只露出半个脑袋，偷偷观察着我们。爸爸没有主动进攻，只是微微侧身护住身后的我们，同时缓缓抬起手，示意我们没有恶意。沉默也放松了些许姿态，但手里的撬棍依旧没有放下。双方就这样僵持了片刻，中年男人似乎看出我们没有携带过多重型武器，终于缓缓放下了手里的鱼叉，但依旧保持着警惕的姿态。他转身朝着平台的另一侧走去，那里堆放着少量渔货和几瓶密封的饮用水，显然是他们的物资储备。他用眼神示意我们可以在平台的角落停留，不要靠近他们的储物区。爸爸会意带着我们走到平台的另一端，与他们保持着安全的距离。我们拿出压缩饼干和瓶装水，分成几份慢慢吃了起来，食物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我注意到那个少年偷偷咽了咽口水，眼神紧紧盯着我们手里的饼干，却不敢上前。老者则叹了口气，转过头去，似乎在掩饰自己的渴望。中年男人依旧站在他们的物资旁，背对着我们，肩膀微微紧绷，显然没有完全放下戒备。赵公趁着休息的间隙再次检查了信号器，尝试着调整频率，希望能摆脱干扰。沉默则走到皮划艇旁，仔细检查了之前修补的漏洞，又用防水胶带加固了几圈，确保不会再出现露水的情况。妈妈则拿出碘伏和纱布给我擦了擦之前抓信号器时磕红的指尖，动作轻柔，眼神里满是心疼。休息了大约1个小时，我们准备继续出发。爸爸和沉默解开皮划艇的绳索，中年男人看到我们要走，只是抬起头看了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做出任何阻拦的动作。那个少年却突然往前走了2步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被老者一把拉住，摇了摇头。我们登上皮划艇，缓缓驶离废弃码头，回头望去，还能看到他们3人站在平台上望着我们离开的方向，身影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显得格外孤独。离开废弃码头后，我们继续朝着沿江码头的方向前进。雨虽然小了，但天空依旧阴沉，能见度很低。赵公一直试图调整信号器，想要能摆脱之前的干扰，可屏幕上的坐标依旧闪烁不定，偶尔清晰一下，很快又变得模糊不堪。沉默接过信号器，仔细检查了一番。凭借着水电工的专业知识，他判断干扰源应该是附近某处废弃的通讯塔残骸。这类设施在洪水浸泡后很容易产生强磁场，干扰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。为了避开干扰源，爸爸和沉默商议后决定偏离原定路线，选择了一条更危险的路。我们转入一条狭窄的支流，这条支流隐藏在茂密的芦苇丛中，入口处十分隐蔽。若不是沉默曾经跑工地时偶然路过，根本无法发现。驶入支流后，周围的光线变得更加昏暗，高大的芦苇杆密密麻麻排列在河道两侧，几乎挡住了所有的视线，只能看到前方几米远的地方。芦苇丛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，偶尔有几只水鸟被我们的皮划艇惊动，扑棱着翅膀从芦苇丛中飞出，打破了短暂的平静。沉默坐在船头，手里拿着一根长木棍，不断拨开挡在前方的芦苇杆，同时警惕观察水面情况。爸爸则在船尾划桨，控制着船身的方向，避免撞到水下暗礁或杂物。行至支流中段时，划桨的阻力突然变大，船身也开始缓缓下沉。爸爸立刻示意沉默停下划桨，两人同时探头看向水下，只见水面下的泥土呈现深褐色，质地松软，
显然是一片隐藏在芦苇丛中的沼泽地。爸爸和陈默没有慌乱，立刻按照之前的经验行动起来。陈默从背包里拿出备用的塑料油桶，这些油桶里原本装满了饮用水，我们已经喝掉大半，现在正好可以利用他们的浮力。爸爸则用绳索将油桶牢牢绑在船身两侧，增加皮划艇的浮力。我和妈妈也帮忙传递绳索和油桶，林慧则紧紧抱着孩子，避免他因为船身晃动而受惊吓。固定好油桶后，爸爸和陈默拿起船桨，将桨叶深深插入水底的硬土中，用力向后撑去。皮划艇在两人的合力下缓缓向前移动。我能看到爸爸和陈默的额头青筋暴起，汗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滑落，滴进浑浊的水中。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艰难挣扎，我们终于将皮划艇推出了沼泽区域，驶入了一段相对开阔的水域。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爸爸和陈默停下划桨，靠在船舷上大口喘着气。我看着他们疲惫的样子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如果不是他们的沉着应对，我们恐怕又要陷入险境。然而新的问题很快出现了。连续2天的奔波让我们的物资消耗得飞快，背包里的压缩饼干只剩下最后3包，瓶装水也仅够每个人维持1天。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，孩子因为缺乏营养，脸色显得格外苍白。林慧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却也没有办法。爸爸和陈默坐在船边，经过一番商议，爸爸和陈默决定冒险前往附近一处小型居民区寻找补给。根据地图上的标注，这个居民区离我们当前的位置不算太远，大约需要1个多小时。我们调整了一下状态，爸爸和陈默再次拿起船桨，朝着居民区的方向划去。这段路程相对平静，水面没有之前那么湍急。大约需要1个多小时，被洪水淹没的房屋时不时出现在视线中，让人心里一阵唏嘘。大约1个多小时后，我们终于抵达了这个小型居民区。眼前的景象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破败，大部分房屋都被洪水淹没，只剩下少数2楼以上的区域露出水面。房屋的门窗大多已经破损，里面一片漆黑。大约需要1个多小时。爸爸示意我们在岸边稍作停留，他自己则和陈默一起跳下皮划艇，趟着水小心翼翼地靠近最近的一栋居民楼。这栋居民楼共有3层，洪水漫到1楼窗户，2楼阳台露在水面上。爸爸和陈默沿墙壁爬，借助阳台栏杆登上了2楼。他们在2楼窗户边观察片刻，确认无动静，才示意我们也登上楼。我们互相搀扶着，沿开辟的路线爬2楼。楼道里弥漫浓重霉味和灰尘味，地面散落杂物，墙壁布满水渍霉斑。爸爸和陈默在前面带路，我们跟在后面，小心翼翼朝着楼道深处走去。在3楼一户人家门口，我们停下脚步，房门开着，我们小心推门进入。房间里一片狼藉，家具东倒西歪，地上散落衣物和生活用品，显然被搜刮过。我们没有放弃，在房间里仔细翻找起来。爸爸在厨房的柜子里找到了几袋未开封的挂面和1瓶酱油，妈妈则在卧室的床头柜里发现了半箱矿泉水。这些物资虽然不多，但足够我们支撑几天。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轻微的笑容。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，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动静，像是有人在挪动身体。我们立刻警惕起来。爸爸和陈默握紧了手里的武器，慢慢朝着隔壁房间走去。房门也是虚掩着的。爸爸轻轻推开一条缝，朝着里面看去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抱着一个瘦弱的孩子蜷缩在墙角，女人的脸上满是污垢和疲惫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哀求。孩子看起来只有3、4岁的样子，脸色蜡黄，嘴唇干裂，显然是饿了很久。看到我们，女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缩，紧紧抱住了怀里的孩子。妈妈看着女人和孩子的样子，眼神里充满了同情。她从背包里拿出1包挂面和2瓶水，走到女人面前，轻轻放在她身边。女人愣了一下，抬起头看向妈妈，眼神里满是难以置信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缓缓伸出手，拿起地上的挂面和水，对着我们连连点头。虽然没有说话，但从她的眼神中能看出深深的感激。女人一边给孩子喂水，一边用手指了指外面，然后做出了一个抢夺的动作，脸上露出恐惧神情。我们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，这里有人抢物资，让我们尽快离开。爸爸朝女人点了点头，示意我们知道了，然后带我们离开居民楼，回到皮划艇上。我们小心放好找到的物资，然后快速驶离这个小型居民区。坐在船上，我回头看破败的居民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末日下每个人艰难求生，善良和同情有时是奢侈，但让我们感受温暖。第2天上午，雨终于停了，天空露微光，透过厚重云层洒在水面，泛起粼粼波光。我们的皮划艇行驶在开阔水域，爸爸和陈默轮流划桨，脸上带疲惫却有希望。远处水面突然出现另一艘皮划艇身影，这艘比我们稍大，我们立刻警惕起来。爸爸示意陈默放慢划桨，观察对方动向。爸爸示意陈默放慢划桨的速度，观察着对方的动向。对方的皮划艇也发现了我们，他们同样放慢了速度。船上的人纷纷看向我们，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好奇。随着2艘船渐渐靠近，为首的中年男人朝着我们做出友好手势，然后指了指我们的背包，又指他们的船，似乎是在询问我们是否有多余物资。爸爸从背包里拿出1包压缩饼干，朝着他们晃了晃，然后指他们的船，示意我们可以交换物资。对方的中年男人点了点头，从背包里拿出几包药品扔过来。爸爸伸手接住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退烧药和抗生素，都是急需的。我们也将压缩饼干扔了过去。对方接住后，脸上露出欣慰笑容。经过简单的物资交换，双方的警惕性都降低了不少。爸爸和陈默商议后，决定和他们结伴同行。
这样不仅可以互补物资，还能增加安全性。对方的小队欣然同意，2艘皮划艇并排行驶在水面上。通过沟通，我们了解到，他们是从市区另一处小区逃出来的，其中2位医生原本在社区医院工作，修理工则是小区里的物业维修人员。抱着孩子的女人是其中一位医生的妻子，他们已经在水上漂了好几天。同行后，2个医生立刻给我和孩子做了全面的检查，他们拿出专业的医疗设备给孩子测量了体温，检查了他胳膊上的伤口，然后给伤口更换了新药，还分给我们几包退烧药和抗生素。修理工则仔细检查了我们的皮划艇，用他带来的专业工具将之前的漏洞修补得更加牢固。我们也通过动作告诉他们，我们手里有修好的信号器，知道沿江码头的救援地点。所有人都露出了兴奋和期待的神情。结伴同行让队伍氛围变得积极起来，不再像之前那样压抑。2个医生会主动照顾赵公和孩子，修理工和陈默一起检查船只和设备，爸爸和对方中年男人轮流观察环境，警惕潜在的危险。林慧和抱孩子的女人互相帮忙，照顾孩子，分享仅有的食物。虽然末日残酷，前路充满未知，但有伙伴陪伴帮助，我相信能到码头，登上救援船，迎来新的生活。傍晚时分，天空又下起了小雨，船队在雨中行驶后决定避雨休整。爸爸和对方队长商议去废弃仓库，滑行半个多小时抵达废弃仓库。仓库1楼被洪水淹没，爸爸和陈默率先登上2楼，确认无其他幸存者后，示意我们上楼。2楼的空间很大，里面布满了灰尘和杂物。我们找了一个相对干净的角落，搭建了临时的休息区，然后拿出防水帐篷，遮挡着不断落下的雨水。就在我们准备休息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仓库的另一侧传来了轻微的动静，我立刻示意爸爸和陈默他们2人对视一眼，握紧了手里的武器，慢慢朝着动静传来的方向走去。只见仓库的另一角堆放着大量的物资，包括食品、药品、电池和各种工具，显然是某个掠夺者团伙的临时仓库。仓库里只有2个守卫，他们靠在墙角睡觉，手里还紧紧握着武器，看起来十分疲惫。爸爸和对方小队的队长悄悄商议了一下，决定趁夜色夺走部分物资，毕竟我们的补给已经所剩无几，这些物资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。爸爸和陈默、对方小队的队长以及那个年轻修理工组成了行动小组，慢慢朝着仓库的另一角靠近。他们的动作轻柔，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。靠近守卫后，爸爸和对方小队的队长同时出手，用事先准备好的布条捂住了2个守卫的嘴，然后快速将他们的双手反绑起来，用绳子固定在墙角。2个守卫在睡梦中被制服，没有发出声响，只是在被绑住后挣扎了几下，就动弹不得。控制住守卫，我们快速挑选急需的物资，这些物资足够支撑到沿江码头。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欣慰的笑容。离开前，对方小队医生拿出食物和水，放在2个守卫身边。虽然他们是掠夺者，但没伤害性命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们快速离开废弃仓库，朝着既定方向继续前行。远处水面出现快艇，飞快驶来。是救援队！我惊呼道。所有人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快艇工作人员很快发现我们，朝着皮划艇靠近。快艇上共4人，穿统一救援服装，手里拿着望远镜和通讯设备，显然是救援船先头侦察队。爸爸拿出那个修好的信号器递给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看到信号器后告诉我们，原本救援船计划在沿江码头集结，但由于码头被一伙装备精良的掠夺者占据，救援船暂时无法靠近，只能在附近的一处隐秘港湾等待，让侦察队寻找幸存者并引导前往。我们继续行驶了大约2个小时，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侦察队所说的隐秘港湾。这个港湾隐藏在2座山体之间，入口狭窄，周围布满了茂密的树林，从外面很难发现这里的踪迹。港湾内的水面平静如镜，两岸的山坡上长满了绿色的植被。进入港湾后，我们立刻看到了停泊在水面上的3艘救援船。救援船体积庞大，船身呈白色，上面印有醒目的红色救援标志，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耀眼。看到救援船的那一刻，多日来的疲惫、恐惧和焦虑瞬间烟消云散，只剩下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未来的憧憬。我们的船队缓缓靠近救援船，船上的工作人员早已在甲板上等候。他们看到我们后立刻放下了舷梯，示意我们登上船。爸爸和陈默率先登上救援船，确认安全后才示意我们也登上船。我们互相搀扶着，沿着舷梯慢慢爬上甲板，每个人的脚步都显得格外沉重，却又充满了力量。登上救援船后，工作人员立刻给我们分发了干净的衣物和热食，温热的饭菜捧在手里，驱散了身上的寒冷和疲惫。我狼吞虎咽地吃着，感受着久违的温暖和满足。船上的医护人员也很快赶来给赵公、孩子和其他身体不适的人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治疗。医护人员给赵公重新检查了肋骨的伤势，更换了固定的木板和布条，给了他足够的止痛药和消炎药，告诉他只要好好休养，很快就能康复。他们还给孩子做了详细的检查，确认他的感染已经得到了控制，体温也恢复了正常，只需要再服用几天抗生素就能彻底痊愈。我和爸爸妈妈、陈默一家、赵公以及对方小队的成员们坐在温暖的船舱里，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看着窗外渐渐落下的夕阳，心里充满了感慨。这场漫长而艰难的末日求生之旅，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我们经历了背叛、危险、猜忌和绝望，也感受到了亲情、友情、善良和希望。在这场末日里，我们失去了很多，但也收获了很多，更懂得了生命的珍贵和团结的力量。傍晚时分，救援船的广播里传来了工作人员的声音，告诉我们救援船将在明天一早出发，前往安全区域，那里有充足的物资和医疗设备，
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治疗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，纷纷憧憬着未来的生活。我靠在妈妈的怀里，看着身边的伙伴们，心里充满了感恩。感恩上天给了我们重生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摆脱前世的悲剧。感恩爸爸和妈妈的保护，让我在末日里能够安全成长。感恩陈默一家和赵公的陪伴，让我们在艰难的旅程中互相扶持。感恩救援人员的付出，让我们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。夜色渐深，救援船静静地停泊在港湾里，船舱里一片安静，只有偶尔传来的呼吸声和窗外轻微的水波声。我闭上眼睛，感受着妈妈温暖的怀抱，心里明白这场可怕的末日已经结束，新的生活即将开始。